习近平拿着稀土这张牌，让本来谈得好好的日内瓦协议陷入僵局，这可能就是习近平想看到的结果。川普要解决稀土供应的燃眉之急，让生产恢复正常秩序。6月5号，他和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关于稀土产品的棘手问题，这引发了人们的不安。大家太了解中共了，签字画押都不算数，何况只字不提的事情。习近平的伏笔可能就埋在这里，这不仅是他和川普要价的筹码，还有个人权力的算计。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潇。稀土在本次中美关税战中爬到了一个关键位置，北京凭借在全球稀土市场几近垄断的地位，祭出稀土出口限制政策，造成稀土短缺，不仅对美国，对全球的汽车、半导体生产都造成了冲击。欧洲汽车设备制造商协会说，因供应耗尽，多家欧洲汽车供应商工厂和生产线已关闭，并可能出现进一步停产。该协会6月4号谴责说，中共政府程序不透明，各省之间也不一致，他们从4月初开始已经递交了数百份出口许可证，大约只有1/4获得批准，有些甚至要求披露敏感的知识产权信息。中共已经把稀土武器化。5月9号，中共海关、商务、警察和情报机构的高级官员开会商讨打击策略。3天后，11个国家部委和7个省份的官员召开会议，并通过商务部发布联合声明，要求加强战略性矿产的出口管制，呼吁对稀土生产和运输的每个环节进行全面追踪。路透社6月4号引述3位消息人士称，北京已针对稀土磁体行业引入了追踪系统。2位知情人士和另一位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的消息人士称，上周生效的国家跟踪系统要求生产商在线提交额外信息，包括交易量和客户名称。纽约时报6月5号报道，北京在4月4号停止了7种稀土及相关稀土磁体的合法出口，并表示今后这些几乎完全在中国加工的稀土和磁体均需获得许可证方能出口。中共商务部称，新的许可制度旨在限制稀土金属的军事用途。美国军工企业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磁体和其他关键矿产，用于制造导弹、无人机、坦克、火炮和战斗机。商务部现要求国内生产商在申请出口受限稀土和磁体时提交详尽文件。3家中国以外的稀土行业领先企业透露，为防止转售，申请不仅要求中国企业证明材料购买方身份，还需说明其在后续生产环节中的用途，有时甚至需要提供产品照片。这些文件可能为北京提供稀土海外用途的详情，使其未来更易针对特定企业和国家采取行动。拥有美国唯一稀土矿的 MP 材料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利廷斯基指出，这本质上正在成为一项情报收集工作。稀土管制成为中美两国为期90天的贸易休战协议的最大堵点。6月5号，川普与习近平通话，要求放松稀土限制，美中双方团队将很快会晤。川习通话后，路透社6月6号引述2位消息人士报道说，北京已向美国通用汽车、福特和吉普的稀土供应商发放出口许可证，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美国资深评论人士兰树指出，川习互相通话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美关系，北京在后面真正做决定的仍然是习近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手握着与川普周旋的王牌，这就是稀土。这张牌在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今天发挥了作用。川普会前来和他握手谈判的，在贸易战还在推进的过程中，别人还不能拿他怎么样。在中美谈判桌前，为北京主持大局，还得是他习近平。川普的通话无形中抬高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身价。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我相信川普一直是在希望跟习近平直接通话，因为在川普县政府看来呢，擒贼擒王嘛。川普的贸易战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把中共逼到谈判桌上来切实的正视面对讨论这个问题，要解决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和这个贸易中的不公平啊，和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补贴的相关的问题。中共呢最开始实际上是不承认的，他对于美国川普的4月2号开始的关税呢，也是现在开始不屑一顾，后来有一个分期反击，还要报复。折腾来折腾去呢，我们也知道原来曾经1个月前达成一个90天的那个协议，但是现在中共又违反了这个协议。中共那边呢，可能也跟这个习近平啊和中共上层的内斗，导致政权不稳定。现在可能习近平甚至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利。就是说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呢，也造成了中共那边呢反复无常的变化。但不管怎么说呢，川普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他必须跟现在中共的领导人，哪怕是名义上的领导人，要直接对话，直接给他施加压力。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呢越来越恶化，所以呢，川普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各种各样方式，不迫使中共呢走上谈判桌，然后来面对正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看来呢，这下一轮的会在伦敦举行，并且显然现在是习近平和川普已经有这么一个共识，看来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这个最终能不能解决，我们还要有待观察。据总部位于北京的民间研究和咨询机构子木研究6月7号的报告，中共的稀土战略是数十年的布局。早在1992年，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曾有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的论断。在兰树看来，中共确实早就安排了稀土这张牌，它的整个稀土布局是从1992年开始的。作为整个全球化经济的一部分，中共是最大的受益者，西方则对中共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过于乐观了，就造成了在整个供应链上严重的对中共进行依赖。稀土就是其中很关键的一环，所以现在要进行战略脱钩就变得非常困难，非常具有挑战性。不是说西方没有稀土，西方有稀土，问题是有稀土不等于就能够采出来用，你要去建一个工厂，建一个矿山，最后把它采出来以后提炼出来才能用，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是1年2年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下一步川习之间的谈判会不会在稀土上让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田则认为，中共想用关键矿产卡西方和美国的脖子似乎很难办到，稀土并不是什么大事，中共现在对稀土也没办法完全垄断，它可能会打断一些供应。美国有一些需要进口的厂商可能会抱怨一下，但这个不是最大的问题。对中共来说，最大的问题它是怎么办，能不能接受整个川普这些要求，还是冒着切断脱钩的风险。对川普来说，目的是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来彻底消除贸易不平衡。稀土是其中一个非常小的技术细节，这个不足以影响整体的局势。在谢田看来，很多报道都把稀土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有些左媒还强调中共有什么杀手锏，中共没有杀手锏，稀土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只是中共的认识，或者有些亲共媒体的认识，好像是中共的一张牌，中共基本上没有牌。最关键的是，显然川普这次没有把稀土当作一个特别的问题，他不是来谈稀土的，是来谈整个贸易的。川习通话甚至都刻意回避了俄乌战争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当然中共想提台湾的问题，那只是习近平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看来习近平想借稀土这张牌在党内站稳脚跟，似乎是老谋深算的一招。他还打出了台湾这张牌，应该是想咸鱼翻身的孤注一掷吧？你说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